你看过也买过，这双当初涨到破万，甚至还买不到的这双球鞋，叫做 Adidas Ultra Boost。我还记得小时候有钱还真的不一定买得到，但是没想到现在竟然在 Outlet 里面打到骨折，甚至成为家9爱穿的球鞋票选排名前3名。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双2015年就爆红的跑鞋，它成功的翻转了艾迪达当年在市场的地位。不过这种限量爆红再暴跌这种状况，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先来看看这双鞋到底有多厉害。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Ultra Boost 是在2015年推出。那其实之后它也证明了 Ultra Boost 1.0。你可以看到它当年的中底，其实摸起来有点像保丽龙的感觉。它其实这样的黑科技是当年艾迪达它非常关键的一个转型。当年打的是一个中底战争，每一个运动品牌都有一个非常主打的一个避震中底，而艾迪达他们就使用了这个类似保丽龙的脚感，就叫 Ultra Boost。它之后还有延伸出很多，像是 Pro Boost、Energy Boost， 还有很多不同的跑鞋。它甚至还被肯爷 Kanye West 应用在他的 lifestyle 上面，就是所谓的 Easy Boost。其实帅是真的很帅，但它为什么会被称为是史诗级的改变呢？如果那个时候你已经出生的话，你应该会记得，那个时候的艾迪达，它在市场地位一直落后在 Nike 之后，甚至还会被人家戏称是永远的小老弟。其实我讲的是比较客气一点，你可以看看电影的 Air， 你就可以发现，其实艾迪达成立的更早，而且它在欧洲足球市场里面更有名气。也因为成名的很早，所以它的知名度很快就已经根深蒂固。但是因为也是比较久的品牌，所以让艾迪达在行销操作上相对的没有那么灵活，导致了 Jordan 事件的发生。请看 VCR。I never wore Nike shoes until I signed a Nike contract. All through college, we wore Converse. Up to that point, my favorite shoe was an Adidas shoe. At the time that everybody was starting recruiting me about what shoes to wear, I was pro Adidas, the whole time. Once I went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with Nike, they really made a grave effort of trying to, have my input on the shoes, design any shoes that I wanted to wear. But then I was very loyal. I went back to Adidas, the Adidas contact that I had, and said, look, this is the Nike contract. If you come in and wear clothes, I'll sign with you guys. But at that time, Adidas was a European brand that they didn't really make a strong, push for the States, and they didn't feel like it was worth it. 那艾迪达的光芒就这样被强压下来了。那这个状况也持续了非常多年。为了当年打赢这场龙头之战啊，艾迪达就决定从中底去进攻，而所有的运动，不管是篮球、跑步、登山、越野，你想得到的一切，都非常注重是避震这件事，当然还有美观。如果单以视觉来说，其实中底也是消费者对于一双鞋子最能够产生记忆点的关键。举例来说，像是 Nike 的 Air、Shocks， 你看像是这种气垫或者弹簧的设计，大家是不是看了就会印象非常深刻呢？所以艾迪达呢，他就找上了德国的化工公司 BASF 合作，他们也研发出一种新型的科技，叫做 Boost。简单来说呢 ，Boost 它就是由成千上万粒的 TPU 小颗粒，经过高温高压的发泡处理，让一粒粒的能量颗粒瞬间膨胀了10倍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更轻、更有弹性、类似保丽龙的中底。Ultra Boost 这双跑鞋，它当初除了更轻、更好跑之外，它的日常穿起来也是相当的 Q 弹。但其实呢，我今天要讲并不是这个。对，毕竟今天不是一个实测单元。我想表达的是 ，Ultra Boost 它的设计在2015年，大概10年前，它就已经非常的超前部署。它的外形简单利落又有型，它的内装科技也十分领先。重点是，很多人看到这双跑鞋眼睛是亮的，但真的让这双跑鞋成为大家脑中的经典，其实也要拜 Kanye West 所赐。从 Ultra Boost 问世之后。那个时候 Kanye West 他还没有正式推出他的 Easy Boost， 他穿的一双全白色的 Ultra Boost， 他甚至在表演的时候都有穿上它。这双鞋非常厉害，甚至连大卫贝克汉、Justin Bieber 每个人都有陆续穿上。从这一刻开始 ，Ultra Boost 它就不再只是跑鞋，它甚至已经成为跟潮流生活画上等号。当时这双鞋到底有多疯呢？不要说全白配色，其他的配色几乎也是一鞋难求。它2级市场的价格几乎是破万，相当惊人。它的代购黄牛就像海蟑螂一样，非常的猖狂。除此之外 ，Ultra Boost 的成功当然也是跟 Easy Boost 相生相惜。马上，艾迪达就发现，哎呦，这个专业运动既然可以结合生活跟潮流哦，干嘛何必死板的把专业运动跟潮流生活分开呢？所以他们延伸出了非常多的精致化系列，你可以想象是 Y3、EZ 等等等。从此之后，机能就不再是专业运动的专属喽。他们慢慢的把机能加入了日常休闲，所以发现很多的元素都会融入 Ultra Boost。这也就是为什么 Ultra Boost 它带来革命性的成功。它热潮来得快，但去得也快。
Ultra Boost 它一代代的推出，它的供货量已经超过了需求，所以它也慢慢从限量神鞋成为了日常可见的鞋款。所以问题来了，这种突然炒很高的限量商品，我们明明知道它迟早会降价，为什么还要冒这样风险去买这双鞋呢？我自己是认为可以拆成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从众效应，这种心态超常见。当你从街上、社群上、艺人脚上看到这双鞋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出现一种哇，如果我不穿的话，我是不是就跟不上流行的感觉？二，限量效应，越难买我就越想要，别人穿不到，我有的话我就最帅。人对稀有这件事情无法抗拒是本能反应，只要东西被添上了限量、最后一双这样的字眼，它就会启动一种我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到的一种开关，就表示你中了这种精准操控的欲望行销手法。三，跟上潮流的那种 FOMO， 我相信很多人在买的时候，一定都有出现过这种东西我好像不一定是一定要买，但是你怕错过，怕跟不上流行，所以你就有一个这样参与感。你买的鞋真的不是为了穿，而是为了要参与这件事情。我其实不全然觉得这些是坏事，潮流本来就不只是 focus 在你的产品本身，你更像是其实你要去感受一下当下时事的前进，还有一些文化的演进。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你只要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就好了。今年刚好也是 Ultra Boost 10周年，那这个因应10周年呢 ，Adidas 有非常多的活动跟限量鞋款在复刻当中。对，那如果当年没有买到的朋友的话，你刚好可以趁今年的话顺势入手一双。那我就想问各位，当年这样的 Ultra Boost 效益，你觉得你会再中标一次吗？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那我是 Morris， 我们下次见，拜拜。想要买这双鞋，不是只是为了参，没有参鞋，它买不到啦，可以吗？君が好きだと叫びたい明日